大家好，录这支影片的时候已经是2025年的1月了，已经快要过年。这支影片我会介绍一下备赛的一些日常。我现在比赛还有大概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会想要备这次健美比赛呢？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比过2场比赛，一场是 WNBF， 一场是协会的小比赛。那我觉得那2次我都没有办法投入100%的时间跟努力，就是在比赛之前的2次比赛，我都有正职工作，然后我的工作是科技业的行销，所以有时候会有交期的压力，那我可能会无预警的加班，然后我就会因为压力很大的关系，没有好好的饮控，会有一些暴食的行为。也因为以前比较懵懂，备赛的经验没有那么够，成绩不理想。那这次我在去年年中离开了我的正职工作，成为自由教练。现在我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我想试试看，投入100分的时间精力去备赛，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算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因为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比赛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当然 never say never，right？ 之所以拍摄这支影片，也是因为蛮常被朋友问到说，那你备赛的时候影控都怎么掌握？我觉得解释起来也蛮麻烦的，不如就直接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然后也给自己一个记录吧。以前我的教练是位男教练，那我要说男教练真的没有不好，我的教练教的很好，只是我一直在 posing 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弱。那 posing 的话，我那时候是有去上研习课，就是1日的研习，可是其实1日上完，有些细节你可能会忘记，或者是如果没有持续的一直跟教练回报跟接收回馈的话，其实你的 posing 也不会练得很好。我真的强烈建议，不管你是请男教练还是女教练，一定要有一位 posing 教练，然后你要定期的跟他上课。因为 posing 其实对比基尼健美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这次就是请了一位女生教练，她是职业的 IFBB Pro， 她其实很厉害，就是当年她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她的教练鼓励她去比赛，她就密集的练了可能1年。然后成果很好，飞去多伦多比赛，然后就拿卡了。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练1年就是很不公平什么的，就是因为他可能从小练舞，对身体的掌握度已经很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在短时间内可以练得很好，这也是蛮合理的。我也是因缘际会，在我比协会的那场比赛当中，就是遇到他，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女神，我就去打招呼，然后就结识了这样。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比健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在你掌握范围内的。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不同，跟你同在场上的选手，有的可能练了10年，有的可能练了5年，有的可能以前是职业运动员。然后每个人天生的骨架、肌肉形态、肌肉分布，你的身体的比例、头身比啊，你的胸部的大小都不一样，你的头发、发量、发质、五官。这些都会影响你最终的分数，因为健美它其实相对于其他的竞技类运动比赛，它是一个比较主观的竞技项目。想说的是，你也不要觉得不公平，因为首先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觉得不公平也没有用。那其次是这些人可能背后是付出了其他的努力，打下了这样的基底。那他的神经肌肉的征召能力啊，他的肢体的协调度，他的对身体的运用能力、掌控度，这些都是他背后我们看不到的隐性付出。所以你可以说人生很不公平，但是它也很公平。WNBF 的比赛因为很大型，有一些很强劲的对手，那次对我冲击蛮大的，因为我花了很多的心力去备赛，可是最后就是被放逐边疆。对于一个第一次比赛的人来说，确实是蛮大的冲击。那后面协会的比赛因为比较小，甚至因为我那一组只有3个人，然后我觉得第3名，那这次我就决定跟他学习 posing， 跟就是请他帮我备赛。那我觉得备赛教练的话，因为我怕麻烦，就请一位就好。那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前工作室的老板跟我说，工作室的教练就是要比赛。虽然我在备赛的教练费缴下去之后就被开除了。但是此时头已经洗下去，无法反悔，然后也觉得决定要做的事就把它做完，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交代。然后也因为前面提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比赛了，就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有这么多的时间，每天花4小时在健身房，每天
没事就在备餐，就在算卡路里，就是以后再也不会这么的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在备赛这件事情上。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可以一方面做好正职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完成备赛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客观来讲，就一定还是会有差。人一天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嘛，对不对？我现在还是有在上课，只是我的工作时数比较少，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测试，看看自己的极限能到哪。我觉得我也没有拿卡梦，我甚至不敢奢望会有拿什么全场总冠啊，但总是要努力过后才能知道嘛。可能结果会不如预期，但是过程也很重要。那我这次开始备赛的时候，我是10月底的时候先进行了评估，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肌肉量其实是过少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太瘦了，所以一开始就是在进行一个增肌的循环。那体脂的部分是 OK 的，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干净增肌，一方面增加肌肉量，但是又不要让体脂量同时增加太多呢。那备赛的周期，如果以职业选手的话，其实是会可能半年到1年，那我这次只有24周，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对健美不熟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半年超级久，但其实以职业选手来说，这个周期算是短的。尤其是我又要先增肌再减，那这个时间是不够，因为增肌需要时间嘛，所以可能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样，但是就尽可能的把这段时间的效益最大化。训练，我现在训练差不多就是1周练6天，休息1天。skip 掉1天训练的话，你后面会很痛苦，因为你要么就是连续练11天，要么就是你早1天，然后你把2个部位的动作，把2天份的动作一起练完，所以就是要一直保持这个训练的频率。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因为很多片段都是当下随手拍摄，所以拍摄或运镜的品质没有那么好，大家就将就看看。早安，现在开始准备要进入备赛状态了。今天是10月30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备赛的时候一天的饮食。早上我通常会先喝1杯咖啡，以前我都会喝拿铁，但是现在我在戒奶嘛，因为我很容易长痘痘。早餐不喜欢吃太热的东西，所以通常会吃1颗水煮蛋，可能一点水果和简单的碳水，像是燕麦粥。最近还会，好难哦，离我远一点。最近还会补充一些保健品，因为我掉头发的问题蛮严重的。推荐掉头发的人可以补充维他命 D3，有助于头发生长。然后维他命 C 不用多说，必须。铁，我好像有点贫血，之前健检的时候红血球跟白血球的数量都过低，所以最近决定开始吃铁。那大家知道铁必须要有维他命 C 才可以吸收，所以就多吃。我喜欢它长得这样胶囊，很可爱。然后维 D，这个也是胶囊，很可爱。苹果，先给它归零，大概240克，因为中间的核我不会吃掉。所以我会把它的尾数给去掉。为了省一点瓦斯，我会把它这样加高。这个我会让它滚了之后呢，继续的滚3到4分钟，这样子做出来的蛋呢，蛋黄的熟度就会刚刚好。大家试试看。3到4分钟之后马上捞起来放凉。教大家怎么判断酪梨可不可以吃了，就是你把它的这个蒂给扒开之后呢，如果它里面是鲜绿色的，那就是可以，然后摸起来、捏起来微微的软，像这一颗的熟度就还蛮刚好的。今天的好大，通常如果切到比较小颗的，就是快乐的一天。很危险，危险行为，请勿模仿。总
觉得意大利面很长，真的是很想把它掰成2半，但是应该会被意大利人杀死。57克，再拿回一条回去，80克，81，好，80克。光煮意大利面的水最好放很多的盐。我现在就是等水沸腾之后，把面丢进去。现在是下午5点，我其实本来1点多要去训练的，但是我不小心睡了一个午觉。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量体重，然后练 posing。我会练半个小时的 posing， 可以看得出来我的肌肉量并不是很多，跟职业的选手没法比。练完 posing， 我会开始准备早餐，通常是咖啡、蛋、豆浆、苹果等等。计划中有多长？今天是我的练肩日，这里有圣光。刚在超市才买了一些折扣的肉，因为健身房外面刚好有一间全联，所以就顺便买完。